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触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多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6季，欢迎大家！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首先，让我们欢迎老朋友，欢迎佘诗曼 ，Hello， 钟汉良、陈烨、大老师，还有何律 ，Hello， 欢迎各位。那今天呢，新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欢迎为实习生赋能的社牛职场农人管乐。嗨，大家好，好浓，很浓很浓。Hello， 老师好。管乐是农人，汉良哥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吗？农人、淡人，浓是浓盛，浓烈、浓郁，很浓。那就代表说你很热情，然后呢会很爱，就是情绪很浓，对吧？不太稳定情绪，不太稳定，有的时候很嗨，有的时候很荡。那你的那个随行医生在呢吗？啊，在呢，后台都在呢哈，待会儿过来继续打针哈。因为去年我也看过第5季嘛，我觉得非常好看。看的时候，我一会儿就是很着急，替他们很着急，有的时候很生气，有的时候很激动，所以情绪也是跌宕起伏。今年我们已经到了第3期嘛，我帮你介绍一下前面2期现在大概的几个情况。在前面2期当中有个叫洛欣，来自清华大学，看到没有？第一排从左往右数第3位，非常优秀。然后在节目当中现在是一马当先，他现在的 KPI 是25%，战列第1。哦，那已经很高了。但是呢，有3位我要提醒你多多注意了，是罗怡涵、王文翰和陈仲瑜，这3位截止到现在为止依然还是0 KPI。天哪，压力好大。对，而且从这一期开始，踢馆选手就可能从天而降。哎呦喂，管乐，你有感觉吗？他特别像一个爷爷给你讲故事一样。重庆有一个人啊，25%的 KPI， 你知道吗？特别的娓娓道来啊，这位爷爷你好啊。不然呢？那去年是王毅言语嘛，从天而降，就天神下凡的感觉非常厉害。今年也是一样，所以从这一期开始会有新实习生。所以我要再次提醒罗怡涵、王文翰和陈仲瑜，一定要后发先至，拍马赶上。那所以这一期就有人走了吗？这一期就有人要来了，但是有没有人要走要看他们的表现。如果有的同学还是表现得不够好，那新的来的踢馆选手表现得非常杰出的话，有可能就会发生实习位置的置换。哇，压力好大哎！已经到了要告别的时候，所以太难了。那各位能不能大致的跟大家描述一下你们心中比较期待的踢馆选手会是什么样的？期待踢馆选手，根据因为我之前看的节目，我觉得首先学历上非常是要高的一个高学历，第二就是心态一定要稳准狠。他没有一个动作是一样的，他整个一连串好连贯。他在小品界是个 rapper， 你知道吗？我非常同意管乐的，我觉得是不是来的那个人一定是感觉是学历是完美无缺的。对。嘴是女娲亲自捏的，没错，他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不仅有脑子、学历，还有整个的表达方式，没错，是非常的 perfect。耶！你们感觉是另外一个节目的，火，他俩画风跟这边的截然不同。来，我们听一下靠谱的描述，曼姐，我觉得应该是个男生吧。哎，怎么讲？因为我们这里只有3个男生。哦。所以应
且比例上应该多一个男生。哎，这是个思路，性别上可能会更趋于平衡一点。蛙哥呢？应该是很强，因为你想，他单枪匹马一个人来挑战，就是可能是没有熟悉的人嘛。对啊，已经有的成员他们已经有一个默契嘛，可能他要更厉害。是，或者说他更懂香港的普通法。哎，但是他说一个是对的，就是现在其实实习生的那个构成比例里，懂香港法就普通法的实习生的比例并不占多数。我觉得要来给现在实习生有强压迫感的，一定是要懂，就是可能学习香港法的，我觉得才能起到那种鲶鱼的那种作用。就是都是本地的一个。对，香港本地人，那种威胁性会更大。OK 了，我们刚才也畅想了自己心中实习生、踢馆实习生的模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神秘的从天而降的天神下凡到底什么样子，好不好？第一段 VCR 一起来看。哦，直接进了。上班喽。哇，今天的那个人真的好大。拐月，你可以找一找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最 pick 的。陈仲瑜特别棒，终于等到你。这是谁啊？这个男生叫做向致远，他学习最好，目前哦，有一位很像易烊千玺，是白天像，在他不累的时候特别像。刚开始的时候很像。冲杯咖啡。现在还可以去洗手间吗？可以啊。这可儿哦，可儿。沈大律师好。早上好。大律师好。早上好。早上好。他今天这个西装好帅啊。哎，我有一套很像的。过几天我也穿哈利波特绿。可以。这位是北京人哦，好有气质。这位特别有气质的女生。大律师好。早。那你大律师早。早。你有 criminal law 的笔记吗？有啊。可以发给我看一下。全发给你吗？或者发你觉得可以发的部分。行，我先给你发前6张。谢谢。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不敢看对方，且都含情脉脉的哈？大老师。大家放假的时候还轻松吗？很轻松。很轻松。是不是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是的。有去哪儿玩吗？去超市买了点日用品。然后去吃了川湘菜，就因为香港这边很多都很清淡，然后我们湖南人就会想要吃辣的。已经几天已经开始想家乡菜了吗？很想。不过香港是一个蛮美食的地方，你可以中西的这些菜式啊都可以吃到，都很好吃。我们准备了一些名片给大家。谢谢。我们今天要见客户吗？名片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你要 promote 自己，然后当大家对你有关注的时候，你要抓紧这个机会，然后推销自己。当然你不会说特别主动的给，但是当人家问起的时候，最好你是包包里面是有自己的名片，因为你就是让别人记住你嘛。那记住你之后，他下回有相关的案子的时候，他可以想起你，这个就是一个加分项。王文翰同学。好，谢谢。不谢。陈可儿。谢谢，谢谢。
尚志远，谢谢。谢谢。罗意涵，谢谢。一盒应该够发一阵子哦。徐婉婷，谢谢。尚燕泽，谢谢。洛欣，谢谢。谢谢。哇，这好漂亮！这个就洛欣，就是25%的那个姑娘。那女生极其的稳定，跟你相反，超级稳定。陈忠宇，谢谢。不谢。我看大家今天精神都不错，就是经过一天的休息还是有用的。是的。好，继续努力。好的，谢谢。他们都很优雅啊，上半集都是这样。对，后面就很狼狈了。哦，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名片。是吗？啊，对，就不一样的感觉。我来了，谁呀？踢馆的。真的是个男的。哎，他的入场为什么没有 BGM 啊？突然就进场了。他悄悄的就进来了，好像个小朋友啊，很乖哈。啊，乖巧小男孩。你好，不好意思，早上好。你好，请问古大律师的办公室在哪边？好的，您等一下。好，谢谢，在这里等你。不用，这边。好，谢谢。哦，他们应该不知道有人踢馆的是吗？怀疑了。仲瑜第一个打招呼。你看这个眼神，这个眼神就是工作时偷吃东西，然后不容易被人发现，小挑眉这样。洛欣完全不看，谁来无该我没事儿。对，天哪，奇怪。博涛律师，新的实习生来了。你好，古大律师，你好。你好，我叫张启乔 Marco。好，你好。你好。嗨。张启乔 Marco。你可以去2号会议室等待一下，然后我会叫其他的大律师一起进行面试。好的，好的，谢谢。2号。都偷偷的瞄。哎，新的实习生到了哦，我们一起去面试吧。好的。新的实习生到了，我们去面试吧。哦，好啊，好，可以。哦，他坐的也是板正。这直接能看到他的这个状态和表情啊变化，感觉还是挺从容的。这就是陈仲瑜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开始点评了已经。他是一个观察室，自成观察室。那我这样子，我给那个仲瑜腾个位置。因为陈仲瑜是那种大家都这么想都不敢说，但是他帮着大家说。哦，感觉还是挺从容的。他比我们那天要好很多，看起来好像有年纪，看起来应该还在大学吧？哦，可能也是内地来的。他娃娃脸，对，他也是娃娃脸啊，是吗？他的骨骼感强一点，你比他帅，对我也觉得。该我去面试了。你们好，请坐，请坐。好，谢谢。要不我先给个简历你们。你好，OK。好，谢谢。
谢谢。好，谢谢，谢谢。张启乔同学，看起来你年纪很小的样子，你是哪一年出生的？我是2004年的，所以现在20岁。对。哦，20岁啊！那应该还在上学吧？是我们 offer 6季以来年纪最小的。你是哪一年？我94年，我比他大10岁。真的假的？你94年？我94，对。你是他叔不是，就是我是他何叔叔，大哥。现在在读大2是吗？对，刚读完第2年。Now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Okay, sure. My name's Marco, and I'm 20 years old. I'm from Hong Kong, but I moved to Shanghai when I was 4, and then moved to London when I was 13. I'm currently a student at LSE, a penultimate year student, so I've got one more year left. I've done this year IP law, conflict of laws, EU law, and property law. 哇塞，太牛了！他英文应该最好吧？是吗？一般他们前面都是先报菜名，说一大堆这个学历这事儿。I was very lucky this year to have been on the dean's lis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my grades. And then I've also previously represented my school in the DPMC, which is a moot court about data privacy. In term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s, I have previously interned at AIG and AXA, which are both insurance companies, in their legal departments. 就说这俩地儿特别厉害呗。 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to barristers' chambers in Central. And my mentor there was specialized in arbitrati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at meant that I got to experience a couple of cases and drafted a skeleton for essentially an argument on how to set aside an arbitral award. Yes, and that's my introduction. 怎么这么多经验？20岁是怎么可以拿到学士、律所实习，跟了体育仲裁？对。这个新同学正在那边面试，看起来挺强的。这你都看得出来。看气场，你得有自信。我只是不想任何一个人走。哦，提到关键问题了，3个同学为0，开始担心了。妈呀，他们压力大死了！天哪！这个同学面试的时间还挺久的，我们当时都面了40分钟吧，至少。确实。陈仲瑜恨不得坐进去可以听一听他们在面啥。对，他整个椅子一直下意识的在往那边滚动，又拉回来，滚动又拉回来。又来一个呀 ？What？ 所以真的不止一个啊？不止一个，2个实习生空降，来2个走2个吗？要有这种可能啊！天哪！居然有2个。天哪！可是一共只有8个工位。他是low口吧？有10个人这么多啊，是吗？还来了2个。对，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女生刚过去。那完了呀！所以我们要换掉2个。刺激，很可怕了。婉婷要碎了。我有点害怕了，我感觉
这里有可能是他的位置。会自信一点。那是要踢馆踢走2个人吗？不要说这个词。哦。医生在哪儿呀？怎么没有看到？刚刚走过去，他拉了，然后他厚厚的书，还有点的。我去给他打个招呼。哎，我说他早就坐不住了。律政小何炅，他也是职场浓人，他一定是怕那位同学自己坐在那边尴尬。我觉得谁走他都不能走，他是这个团队的纽带。我把名片递一张给他。有人跟我一起吗？有人跟我一起？没有。真的吗？那我正好去接个水。还找个借口。Hello， 同学，你是来面试的？啊，我是新的实习生来面试。你好，你好，你好。我叫 Grady。Grady， 陈仲瑜，陈是尔东陈，然后仲是轻重的重，瑜是王字旁的周瑜的瑜。你好，你好。好，你好。你可以叫我 Grady。哦，不然你叫我的中文名吧，我叫子晴。子晴，紫色的紫，爱情的情。哦，很好听的名字。谢谢。我是在港大读 JD， 你是？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妈，真的外国人哎。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就是在英国读了大学之后，然后在英国继续就考了大律师的执照，然后回了马来西亚。哇！考了大律师的执照。他在英国烫了头，考了这大律师的执照。哦，你已经考了大律师的执照了啊？在英国。哇，好厉害！对，那我现在在就是想要拿到马来西亚的执照，所以还在马来西亚实习。我这边有一张名片。哦，好，谢谢。这个是我的名字，陈仲瑜。哇，这里大家都有名片吗？你之后应该也会有。哇，那好帅！祝你面试顺利。谢谢。拜拜。拜拜，等下见。一会儿见。好可爱，打听成功了的。社交男孩一定是棒的，社交英雄传喏。探子回来了，神仙级别的。这不给到大家压力了？这筷子是什么？他是在英国qualify的大律师。他是英国的大律师。什么？就是不是学生，已经做过大律师了。我的天！这时候一个镜头给到洛欣，杯子已经碎了，嘎，就是这个捏碎了。我想看洛欣的表情。他会中文吗？会的，很强。那个女生是已经在英国当大律师了。什么？那为什么还要来当学徒？他在英国已经是 barrister 了。啊？在英国已经是 barrister 了，这为什么要来做 pupil 啊？对。他是来跟我们当老师的吗？难道他是第4个老师吗？哦，有可能。有可能。哦，不对，应该不是，因为他是说是来面试的。但是他说他来面试的。我想去看一眼，就假装去拿杯水。好嘞，7杯水了，都挺渴哈。也是可以真的去倒一杯水啦。我们假装去倒水吧。行，走，去倒。我也想喝水，走吧。但是刚刚他看得很可怜。Hello。要不我出来跟大家说一会儿话吧？好呀。自我介绍一下。Hello。情商满分。你的发型就好 barrister。是吗？是的。Hello， 大家好。
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子晴，但是大家都叫我的英文名字，他们都叫我 Great Jean。Great Great Jean，OK。是的。你做了几年大律师了呀？哦，我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工作啊。但是你已经 qualify 了是吧？是的，就考到了那个执照。好厉害。哦，那你会广东话吗？识少少啊。哦，唔錯唔錯咁。哦，马来西亚华人朋友粤语一般都很好。哦，这样的吗？因为有很多就一起住，对他们比较常见，普通话和广东话都是他们的生活语言。那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想问一下，你们都叫全名吗？还是小名？我们可能叫中文名字多一点。中文名字。对 ，Hello。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准备一下？那我等下再跟你们聊。好，拜拜。拜拜。哇，好，他好强，好强，不愧是来踢馆的。你看，终于捧着个小茶杯，哎，是那种问你们聊什么呢？你们知道吗？这儿蛐蛐完那儿蛐蛐。对。他应该很懂。他已经可以直接做律师。哦，他是英国的法学院本科毕业是吗？然后已经过了英国那边的那个考试。而且很多香港的 principal 其实都是源于英国的案例。是的，是的，是完全通的。好，加油，加油，加油！谢谢，拜拜。法系一致，背景优势。做呗，走吧，说吧，给自己打过气了。戴律师好，这是我的简历。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Okay. Hi, my name is Gurjin, and I graduated from Cardiff University. So after my law degree, I moved to London and continued my bar vocational studies at the City 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after 6 months, I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exam, and I was called to the Bar of England and Wales at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Middle Temple. 自信的，坚定的。So besides that, I also have a few legal aid experience. One of it is I had a 3 months legal aid program in the UNHCR, which stand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s of Refugee. So during my legal aid and UNHCR,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present one of the refugee who is a Rohingya to appear at the Magistrate Court of Kuala Lumpur, and I successfully secure his acquittal. 哇，联合国难民署。他实战的经验很多，做过好几次法律援助。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meaningful experience to me. So during my legal aid,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exposed to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part. S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experience to me, and it is also very meaningful because I always like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and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I think it really makes my life more meaningful, and it resonates with my personal value. Yeah. OK. 厉害厉害。太强了。你可以告诉我们，其实你的人生的规划是怎样的？我这个人是比较 flexible， 也比较 adaptable 一点，所以我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规划。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是要一直在这个律师的行业上越走越远，这个是我非常明确的。不管怎样，就不管我在哪里，我相信这次的实习经历呢，会为我的未来，我的 career progress 有很大的帮助的。对。我们来了2位非常强的学生，很优秀，真的挺强。这个邱子晴同学，他做过这个模拟法庭，他如果做了课题1的话，就是应该是第一个通过的。应该是的。还有就是他已经是一个英国大律师，这方面的话，应该比其他同学那个起步点不同了。所以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对，有实战经验，并且也有专业的训练。好，那另外一个同学呢 ？Marco 张同学，他应该是男生中最高分的。
他是有底气的，他的笔试成绩比洛欣还好。哇，然后他的语言能力也是非常强，他的英语的水平应该有可能是我们所有同学之中最好。对，我同意，很流畅。所以这2位同学的实力都是无可置疑的。对，我对于那些还没有 KPI 的同学有一点担心。哦，这么看确实很危险哦。大家认识一下2位，然后现在大神级的2位，一位启乔，一位子晴，从天而降，实力就毋庸置疑啊。让关大律的说法，2位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如何？谁印象更深一点？强在哪里？对子晴的印象更深一些。为什么？他感觉进去之后，有一个人跟他聊天，咱们刚才都笑了，是因为他出来跟大家就聊天了，就是跟大家主动打招呼。没错。希望不管是竞争还是怎么样，都希望这个气氛是融洽的。很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的阅读场上的这个能力特别强，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他是新人。就他完全没有紧张感，他一下就知道大家其实是来看我的，所以他很从容的出去，就表现他在这种第一次其实是有一点新人的状态下，他其实是很淡定和很从容的。觉得他对自己的那种自信程度和底气应该很高。是的，底气十足，情商也很高。蛙哥呢？对，就是那种融合度嘛，就是当你，尤其是你知道自己可能能力跟那个学历又可能比别人高一点的时候，你怎么跟大家融洽的那个相处，这个可能是跟以后合作啊，或者是竞争都很有帮助。没错，而且很舒服，它不是那种一来就我先介绍给自己，就好像说道理是说，大家对你有兴趣了，你才顺其自然去推销自己，这样比较舒服，整件事很舒服。没错，而且刚刚在那个面试当中，是不是提到的实践经验？他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的时候，上庭帮助难民无罪释放。哇，厉害，真棒！所以不仅已经有了实战的经验，而且是在联合国难民署的这个维度上展开。哇塞，真棒，这真厉害。从这个交流能力，就目前刚刚看到的，我觉得子晴确实要更强一点。啊，对，因为刚刚其实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启乔也是一个很好融入大家，你大方的打个招呼，可能大家就聊起来了。对，但他可能就有点社恐，或者整个直接走开了。是他比较高冷一些。他年纪小。哦，可能是不是淡人？有可能。他看上去蛮淡的。他是不是那种书虫的那种啊？因为他04年20岁，但是他有那么多经验，是，因为学历又那么高。对。平时应该不出门，对，真的是没有童年，一直在学习啊，善用时间，然后去努力去学习的。是，我这8岁已经在看法典了。哦，是。他不放过任何一秒去学习的那人，而且眼神特别清亮，而且有上海、有伦敦、有很多地方的生活和工作学习的经验。而且英文最好，我觉得英文好在这个语境下应该是挺有优势的。这也是我们 offer 到第6季为止最年轻的实习生。对，04年哎，我比他大10岁哦。但你看起来跟他，你看你们俩的面相在一起，也确实看不出来你是他叔叔了。对，这个没有了，大哥。小何长得，你站谁旁边都像别人儿子。为了让大家切身感受一下04年出生究竟有多年轻，我想问一下大家，04年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还记得吗？感觉好像很久以前，但对我来讲好像没太大变化，完全没有。但04年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前几年开始进内地拍戏，但04年开始有一些戏开始播了。04年就有一部逆水寒播了，大爆，开始有一些朋友在网络上讨论，就好像那一年开始就有一点。这样的多一点戏播出的那一年，哪是一点？当时的天涯四美，天涯论坛爆火，那个剧也是大爆。04年都是贴吧呢吧？那时候都盖楼啊，那个特别火。楠姐呢？我啊，04年对我来说也挺特别的，因为04年是金枝欲孽。哇，那是大爆的。那年我是29岁。有吗？有啊，这么久了吗？对呀，那个我只是长得很年轻。没有，但是好奇怪，就是我那个时候29，但是我26岁的时候，我就跟一个演员说，那个演员是我前几天碰到他跟我说的，他说你知道你26岁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哎，惨了。
我已经26了，我现在一事无成啊，什么都好像没干出来。就是虽然是都是女1号，但是没有什么代表作什么的，我很担心。太卷了，何必呢？你虽然都是女1号，但是没有什么大作为，你听着这话气人吗？天哪，女1号很厉害了。管乐已经哭了。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做的让人认可。这个是我最不开心的事，然后就让我突然就遇到尔淳那个角色，那个时候其实公司是不让我拍的，因为当时我都是一直受保护的，要演好人的角色，然后他们看了那个剧本，然后他说哦，那他不能演啊，把他抽出来吧。然后那个监制就觉得我是很适合的，然后监制跟他们说啊，好，我们改。然后结果那个剧本根本没有剧本，都是飞页的，所以他就说，哎，我们再改了。然后其实我们一直拍都是原本的那个版本，只是没有人知道出来是怎么个效果。虚晃一枪。对，所以后来拍出来反应那么好，那公司也没说什么了，就是。那个也是我第一个反拍，是，但多有魅力的反拍啊！走到每个人心里，时代经典。大老师刚才说04年，我04年是官司刚打完，我03年打完的。04年我哎呀，要说岁数吗？就跟谁不知道似的。岁月无情，然后咱们哥们儿因为出道比较早，我14岁就出道了，然后所以说在04年的时候我是多大呀？04年我算83年的，21岁。那当时是写歌还没出道，对不对？我们中学就出道了，21有了，中学生对。哦，就是我们15岁就出专辑了，因为我以前年少无知嘛，签的比较早，后来我们公司对我不太好，押韵了。然后我就想解约，然后他们就不跟我解，然后就开始打官司，然后等于说我是02年、03年一直都在打官司。然后04年终于不打了。那时候我真的上过法庭。那时候你应该对法律是很有研究吧？我没有什么研究。我上去之后，律师就跟我说，就是别说话，别说什么你都要否定，都要反对。他说你坐下，坐这椅子上。我说这不是椅子，是反对。反正就是反对一切，不说话。但是我记得我在法庭上特别逗，然后我对着以前我特别讨厌的那个老板，他那说半天我不好，你就说不，我挡，然后我挡这边是法官嘛，然后我这么挡着，蛐他，然后我就这样说一些 trash talk， 然后他听着可生气了，然后那边的律师摁着他肩膀说不要跟这个小孩那个孩不要一般见识，我这边一直就是那种，哎呀我天哪，然后非常的幼稚啊，但是后来确实赔了好多钱啊，但是0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我虽然出道早，但是03年打完官司，我之前挣这点钱全赔回去了，还自个儿家里还又借了点钱，接着赔钱。0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要去还债，且那个要重新开始的一个年事。新生，就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我要还钱，然后又那时候刚21岁，然后我就觉得我如果这回不努力给家里证明一些的话，也忒难受了以后，然后所以那时候04年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这样一年啊。哇，好棒！厉害，谢谢。大老师说04年的时候，你也是21岁，对，其实跟我们的小乔同学现在的年龄正好差不多，因为他现在20嘛，20进21，所以真的看起来跟的是像孩子一样，所以也许他到这边来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时刻，开启他全新的法律人生，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那时候干劲儿足，哇，可猛了，很有冲劲儿。是的 ，OK 了，大家都不容易，新人阶段都不容易。当然，现在心里最坎坷的其实这3位了。我们看一看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来看第2段 VCR。所有同学，任务来了，请现在进入2号会议室。好的。天哪，好紧张，妈呀，10个人了。好，小心。那边还有人。
好，在前2次的考核中呢，我们也留意到有一些同学目前的 KPI 成绩还不是很满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今天会输入新鲜的血液。请2位踢馆实习生一起加入今天的考核，请你们2位分别对自己做一个介绍。我叫张启乔，你们可以叫我 Marco。然后我来自香港，今年20岁，在 LSE 的本科生。我喜欢摄影、跆拳道、听音乐。对。你是在读生吗？对。你是大几啊？大2，刚读完第2，大2。遗憾应该压力挺大的。LSE 的，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 L， 好强啊！大家好，我叫邱子晴，我来自马来西亚。就是我在英国本科毕业之后呢，也考到了英国大律师的执照。兴趣爱好，我喜欢钩针，打游戏，还有骑动感单车。对，所以有喜欢 spinning 的同学可以一起去。高兴见到你们。好，欢迎2位踢馆生。那言归正传，我们就开始发布今天的课题。首先，大家看到后面，我们会有4个按键，你们呢将会分成4个小组。在这个4个按键呢，其实我们是设置了不同的 KPI 的值，右边的空格代表了对这个课题限制的人数。4个案件分别是非礼保释案。许先生呢，他是一个按摩师，有一位女性的社交达人声称呢被许先生猥亵侵犯，许先生呢被拘捕。许先生的父亲要求大律师前往警署探监，并且呢向法院申请保释。第1个案件 KPI 是30%。他在按摩的时候非礼别人了。就别人说他非礼哦。第2个课题的内容是跨境离婚案，当事人赵某和妻子孙某在香港结婚，育有1名儿子。今年的6月28日，赵某呢收到孙某寄出的离婚呈请书。今年的7月3日，赵某收到香港破产管理局的信件，通知孙某已经成为破产人士。作为实习生呢，你们需要会见当事人赵某，就离婚相关的事宜和孙某的事务律师进行谈判。哦，要跟对方律师谈判哦，短兵相接了。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谈判的语言是英语。英语辩论。好，下一个案件，校园受伤案。周小琴16岁，是一名中五学生。周小琴在一次训练中不幸的意外受伤，2周后再次呢被同学撞倒在地，造成了2次伤害。她的心理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有自闭倾向，因此她的母亲希望获得索赔。实习生需要和委托人见面，并且出具法律意见书。这2个案件是20%。好，最后一个课题，小猫所有权案。Henry Chen 购买了一名为 Boots 的小猫。Henry 呢，通过查闭路电视，发现女友曾经有掌掴 Boots 的行为，他无法接受，所以决定和女友分手。但是女友却擅自把 Boots 带走了。Henry 呢，就希望实习生就如何阻止Sienna里进一步伤害 Boots， 并且呢要回他的猫，出具法律意见。最后一个课题是10%。我们对实习生的要求呢，是一个需要合作，同时又是竞争的关系。哦。
我们会就据大家的表现情况，选出在这个课题里面表现最好的同学，只有他获得 KPI。那个百分比30越高值越难是吗？对。但可能竞争的人也多，我猜。但得分的只有一个人。对于踢馆实习生来说，只要他们成功的拿到这个课题的 KPI， 他们就是踢馆成功了，就会取代现有的实习生1名。哇，天哪！如果是2名踢馆实习生全都成功的话呢，就会取代我们现有的实习生2位。所以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就是淘汰。大家一定很关心我们选择的顺序是怎么制定的规则。那首先呢，要2位踢馆的实习生做出选择。在你们当中，我们会用一个抽签的形式。那首先2位，你们来选取一下你们的顺序。有特别喜欢的吗？有。我也有。你先抽吧。啊。我就这个吧。就这个，你就选。我会选到1。其次呢，我们会给KPI 最低的同学做出选择。低的先选。这个对，你可以拿一个分低一点的，稳一点，稳拿到。你也可以挑战一个高的，但是有可能1分也拿不到，所以要看 KPI 低的同学怎么来战术安排。对，也还蛮能体现这个人的个性的。是的，要求稳还是说拼一把？接下来是3位 KPI 是0分的同学。好，那就是23。下同学，那最后是下同学。我是我们5个中最后一个选的啊，哭，没关系，我们还是比其他人先选。前5个应该都能选到自己想选的，再重复这个后面可能就很多选不到自己想要的。而且前面一旦有人选了之后，后面的人不仅选题，还要选自己的对手或者竞争对手和搭档。所以人也是他参考的内容，觉得自己能不能赢过他？对。请最后余下的同学做出选择。乐心，谢谢。谢谢。好，好好的。沉默。我觉得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没得选。那我们应该就挑剩的了，没得选了，已经是。好，那我们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在白板上写出自己的名字。他那个 KPI 的分数高低是他们的案件的难度会有体现，就是可能是那个大律师认为这个案子值30个 KPI， 复杂一点的就分数高一点。让你想选2个人。语言方面。好，这位同学可以过来。
校园受伤吗？跨境离婚。今年会选1，但是其实2也有可能，因为全英文交流。我猜他会选跨境离婚或者非离婚。这他可能选跨境离婚，还有英文谈判他应该很擅长。离婚。哦，他选了。邱同学选择的是校园受伤案。校园受伤。哇，很有趣。我估计他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哦，有可能他是想帮别人。对。那我录 ，nice。好了。张启乔同学，小猫所有权案。对。哦，他选了分数最低的。他是真的喜欢猫，可能所以他看到有人虐猫，他忍不住。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男同学。下一位。全仲宇。哎，我还蛮期待仲宇怎么选的。仲宇校园案，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会选小猫。小猫，小猫。小猫，耶！哇！哇！哎。弟弟的病。陈同学选择的也是小猫所有权案。加油！他觉得这个背后的法律的内容他能够 cover， 同时他觉得他只要战胜一个大2的男孩，他就可以获得胜利。对。但是这个大2的男孩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大2男孩。所以我们看到小猫所有权案已经没有其他的位置了。看来应该挺多人想选的。选完了，都被选完了，这都想选小猫。2位男生都喜欢猫。猫。都是猫系男孩。好，下一位同学。王文翰。王文翰。他会选什么呢？哦，校园。哇，他跟子晴啊。也很难，校园受伤案。校园受伤案。啊，我对。好，下一位。哎呀，就很抽象。挑战一个吧，一涵。天哪！我觉得他也会选校园吧。他太适合了。他在纠结，他在纠结，好纠结呀！啊！校园受伤啊！罗意涵同学选取校园受伤案。
哎呀，文翰现在内心压力超大。我看到其他同学有很惊讶的表情呢。文翰只有一个人能拿到 KPI。而且这样子的话，就是怡涵跟这个文翰至少会淘汰一个，他们两个不可能全留下来。接下来选择不多了。贝利宝山就只有文书方面要用英文，其他都是用中文，是不是？1号的话文书英文，2号的话需要沟通英文。下一位同学。好，向同学。我想要第一个。志远可以拼一个30分。眼神如炬，就拼一把吧。向同学选择了非礼堡市案，一个漂亮。下一位同学，7号，上燕紫薇。紫薇会选第一个，第一个啊。8号，可儿。可儿2，可儿拿下。可儿想拿是30分，应该。他如果跟洛欣拼的话，就难度很大。但他现在跟紫薇、跟志远拼。跨境离婚案有这么难吗？骆同学、徐婉婷同学被动的选择了跨境离婚案，自动组队了，可以了。洛欣生生被推到了2号上。是的，洛欣对婉婷。好，大家已经将自己想做的课题选择了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每一个课题会有不同的大律师带领。之前我也提到，有另外大律师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回来，然后带领他这个组的成员去做他的案件。那你们可以回到工位，然后负责你课题的大律师就会找你，去将一些其他更详细的资料告诉你们。好，谢谢。加油！你也是。我们都尽最大的努力就好。哦，你看这终于多好，只有他跟自个儿队友先聊天。我是觉得你们这么选，你们自己压力不会很大吗？但是你想，我们俩都选那个的话，咱的胜面就更大。哦，这倒是，你们可以自己2选1。你俩加油！加油！你俩真的要加油！你是校园的？校园，受伤。邱同学没有选跨境离婚，也没有选我的。他2个都有经验，都没有选。没有经验。其实踢馆的同学，他们应该心态上只需要一些 KPI 就可以。当然了，如果他们踢馆成功了，那就需要争取更多的 KPI。其实罗一涵同学，我真的是非常想帮他，但是希望他表现得好吧。因为有一个踢馆的同学，还有王文翰也是没有分的，所以其实他们3位肯定有人不可以继续争取 offer 了。对，王文翰太紧张了，王文翰是不是只有这一季只有开头那第一季的效果，后边一直就就入场效果，对吧？陈仲宇同学也是一个死亡主编。陈同学
和这个张同学这个对决，就会影响是否有人会被淘汰。下面2组就是生存之间，开始厮杀了。有新人进来之后，就意味着我们曾经的几位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那怡涵、文翰还有仲瑜，现在肯定是心理压力最大的，因为依然是0分。那如果我们的新晋实习生获得 KPI 踢馆成功，现在还处于0分的实习生就有可能面临提前结束的命运。而且其实他们才第4天，他们来的并不久，但突然遭受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威胁。各位有没有想到自己在新人时期遭受到那种威胁时刻？就是我选美的时候，我就对觉得受到威胁，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那一届有哈佛的学历的，然后也有已经有了名的那个模特，都是资历很高啊，还有很优秀的女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生在里面，但是对，好像没有人看到我这样的。那个时候97年回归嘛，就是我们就有7个不同年代要跳舞的，然后我们每天都要练习，每天晚上都是半夜的，然后很渴，也不敢喝一口水，因为怕第2天水肿。天啊，对，就是用那个水漱口，然后就睡觉的那种。然后后来到差不多总决赛的时候，终于之前除了对哇，你多渴呀！喝了第1口水。之前除了有一个什么小刘嘉玲的称号，除了这个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我。然后到了总决赛以后，终于有一段新闻说陈诗曼可能是黑马然后我开心，终于有人看到我了耶！所以我就一直在很努力的去排舞啊，做好自己啊，没有放弃我自己。人家都在休息，我说排，一直在排。我也不想有一个心态说要陪跑的。就我既然去了，我就尽力而为，我做的最好。结果得了第3名。哇！我已经好开心了，我好像觉得自己赢了。那就是赢了啊！其实就是赢了自己嘛。对，已经很开心。战胜那个最初的那个阶段。蛙哥呢？可能不是一个人，威胁到您的都不是人，它是个数字，就是当你刚刚新人出唱片当歌手的时候，对，那个销售数字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对，多少万啊，金唱片。当时出片就是你宣传多了，你新人你不停的上通告，对，只要数量够多了，你的数字就会。那个威胁可能是在你做的比别人多，你可能就比别人好一点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一天在那个宣传的时候，你会排到可能有10个通告。哇塞，好幸福！一天呢，一天跑完，就是坐着自行车或者骑摩托就是 A、B、C， 哇，真的很疯狂。我那个年代，就是可能早上录完电台访完，去隔壁几条街电视录一个1小时的节目，然后再去做别的拍照访问，就是一天转完以后，就发现自己瘫在床上，我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踏实了，被榨干，踏实了呀，就觉得那个明天的销售数字可能会好一点，这样。这种竞争可能不是一个人，明白？他需要的是一种充实的感觉，因为每天这么努力，数字在不断的上升哈，就感觉自个儿的努力有回报，只能这么想的。刚才有一句非常悲哀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老师在说，他每天通告那么满，他说好羡慕啊！哇塞，好幸福，期待着这一天10个通告，我的妈呀！不是以前那通告没请满满的安排我。管乐，以前那个通告10个通告没有一个是挣钱的，对，没有收入的，没有一个是吗？没有一个是。以前的通告，我们以前宣传唱片都是免费的，而且那个钱还不够你坐车那个费用呢。而且不像现在，他以前是所有的访问要同样的说一样的话，就是然后比如10个访问有8个其实要一模一样，问你，因为他只是问你新专辑的这些事儿，你就要一直反复的说各种各样的一直说。那所有的台播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就希望能够多一点人看到。宣传。可能这个台有别人看，这个台就是希望多人看，知道了就会认识你。就是我的职场的经历其实跟他们有点像。
就是跟这些实习生，因为我的这份 offer，是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全国的主持人比赛，然后这个 offer 最终就是一个名额，就是跟冠军签约。当时的那种也不能叫威胁吧，就是我觉得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就很容易心态和动作会变形，就想太多。所以当时我在新人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洛心那种感觉，就是谁来都跟我无关，反正我就把自己的平常的水平能够90分的发挥出去，我就要求安安稳稳的把我准备好的东西表现好。我明白，你心态好吧？心态好很重要。心态对他心态好，实力说话。OK 了，我们刚才人已经聊了很多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案子具体操作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好。徐婉婷同学，哦，洛心，请进来我的办公室。好，请坐。好，那相信我把你们叫进来，你们也应该猜到了，这个就是我的课题。我们是关于跨境离婚的课题啊，基本的资料在刚才 PPT 里面就已经显示了。那由于这个案件我也是刚刚接手，所以呢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很多。我约了客户在今天下午3点半来我们的办公室进行1个小时的会面，就需要我们尽快的把所有相关的信息问出来。尚同学，向同学，陈同学。OK， 恭喜你们选了最难的题目。OK， 谢谢。先讲一下你们需要做什么呢？明天下午2点，你们需要和一个事务律师一起去警察局。首先要跟警察谈一下你要求见这个委托人。有一个跟其他议题不同的呢，就是你们是每一个单独去见这个委托人的。然后呢，因为时间有限，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你们每个人大概只有30分钟 ，OK。见完这个委托人之后呢，你们要独立撰写一份英文的保释申请书，然后呢，也是要给一个法律意见，这个是用中文写的。法律意见呢，你要告诉你的当事人应不应该认罪，还是抗辩，你也要考虑证物的呈堂性，你也要告诉你的当事人呢。判刑的范围大概是什么？7月17号下午4点半之前截2份文件给我。王同学，罗同学，请过来我的办公室。好呀。邱同学，请过来我的办公室。好的。去赢，你要赢。好，加油。请坐，请坐。好了，这个校园受伤案是我的案件，所以你们3位在实习过程中，我就是你们的师傅。OK。这个案件我已经跟事务律师在电话里讨论过一些，我们下一步就是今天4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委托人还有他的母亲有一个会面。今天的会面是我们第1次见那个委托人跟他的母亲，所以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得到他对于整个案件的说法。这是需要你们3位考虑怎样问那些问题，然后
明天的下午4点之前，将你们各自的法律意见书电邮给我。好的。法律意见书是中文，但是那些法律的用词，你们可以备注一下它的英语。然后在星期3的时候，我们应该还会见一次委托人的母亲哈。当天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口头的法律意见，有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些问题，那你们也可以告诉他们你们的答案。我们到这个阶段是没有什么书面材料给到的，还没有。就 fax 完全就是靠口头跟顾客拿，对吧？对，其实是这个课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就是跟客户开会那些技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问题的话就努力。我觉得咱需要开个会说一下，要不咱就是乱问。开会。天哪，终于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代教导师。沈大律师，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第4位代教律师？他应该是今天下午回来。哦，大概是几点？我也不清楚。哦，不要太着急。哦 ，relax。好，谢谢。先做一些法律检索吧。好的，谢谢。你说仲瑜这个时候会先跟自己的队友去聊一聊吗？我坐过来。哦 ，hello， 接他这个位置。他队友先来嘞，很棒哎！啊，这个有加分呢。我们不知道代教律师什么时候会到，我们先做一些 research 就可以。你有养过猫吗？我没有，但是我很想有。你有吗？我挺喜欢猫的，但是你也没有。还没有，但我有些朋友家里养猫，有时候他们就寄养在我家里面，他们去玩了，就开始聊起来了。你是什么星座的？双鱼。哦，对。你看起来就很像双鱼男。能看出来的吗？看得出，很爱哭是不是？没有，从来不哭，哭不了一点，不会哭，没有眼睛。哦，他3连否认，那就是承认了。好倔强哦，没有哭，没有眼睛。对。新律师来了，这个只有 BGM 了。这发型好熟悉哦。总觉得上面是 Kimberly 的脸。Hello。好年轻哦。所以他是小猫认的。刚刚你说的那个很长的，就 equity。2位同学你们是跟做小猫案件课题的对吧？你们的带领的大律师已经回来了，你们去见一下。谢谢安妮律师。我等一下再说。好。大律师已经回来了，到现在没露脸。